箭如雨下的场面，想必各位在电影里都看到过。弓箭作为冷兵器时代战场上普及度最高的武器，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种运动受人喜爱。但是自从弓箭诞生直到现在，这千百年来，弓箭身上一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甚至直接导致了弓的竞争对手弩的诞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缺陷到底是什么，而与弓是同行竞争关系的弩为何一次也没有成功取代过弓箭。早在人类信史之前，弓箭就被发明了出来，无论是古代的非洲、欧洲还是亚洲，都有过使用原始弓箭的痕迹。如果说古道出长矛的恐怖直立员让自己的战斗力足以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话，那么对于开始使用弓箭的恐怖直立员来说，自然界基本已经是个大型自助餐厅了。弓箭对于那时的人类来说，是除了抛石投枪以外最可靠的远程武器。弓箭带给人类的是最舒适的输出环境，让人类可以把体型更大的敌人端上自己的餐桌。后来在自然界没了天敌的人类开始将彼此视为敌人，此时人们发现以前打猎的武器用在同类身上也效果拔群，为了争夺资源，战争开始在人类中间出现。于是原本用来打猎获取晚餐的武器开始被用来保护自己的晚餐不会被抢走，弓箭也在此之列。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弓箭也是从最开始的骨质或石质箭头向铜或者铁质箭头过渡，弓的种类也开始变多，三角弓、复合弓。不过很快人们就发现老祖宗传下来的弓箭存在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众所周知，远程武器的精准度会直接影响它的杀敌效率。提高精准度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多瞄一会儿。这个原理傻子都能弄懂。但是当某一批弓箭不知道多少代使用者想要开弓好好瞄准了再射时，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东西：弓箭这东西好像经不起长时间瞄准。弓为什么不能长时间瞄准呢？倒不是说它结构脆弱，你瞄时间长了就散架了。这之中的原因其实只需要你亲自拉一下弓就明白了。一个人在弯弓搭箭时，单是开弓就已经是一个很费力的事情，而持弓瞄准就意味着要一直维持着开弓的姿势。这期间要持续消耗体力去维持开弓架势，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像电影里那种指挥官下令全体开弓搭箭，然后等着敌人靠近下令才发射的桥段，拉开弓后的士兵心里的想法可能都是快让我射吧。所以大部分用弓的人花在瞄准上的时间往往都很短，这其实变相增加了弓箭的使用门槛，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在短暂的瞄准时间里确保射击的准确率。因为弓的这项短板最终造就了弓的一种竞品的诞生，那就是弩。弩的设计核心思路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问题。既然弓在瞄准时要一直保持开弓姿势，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在不借助人力的情况下让弓保持张开的状态呢？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就是弩机的诞生。通过弩机绊住弓弦，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发射自由，想什么时候射就什么时候射，想瞄准多久就瞄准多久。如此畅快的感觉很快就让弩大量普及，而且解决了的这个问题以后，也让弩的准入门槛比弓低了一大截。弩的使用者不用再考虑持续发力、直线用力等难题，只需要专心瞄准就行。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依靠短时间的训练，把射击精度提升到一个非常友好的程度。而因为有弩机的存在，弩可以制作的磅数非常大，只要能开得动，磅数越大的弩杀伤力自然也越发恐怖。弩这些的特点其实有些类似后世的火枪，训练时间短，收益大。对于征兵来的老农们来说，弩是最容易上手的武器。后来弩传入欧洲后，也被称作十字弓。其实欧洲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制造出了攻城用的扭力弩炮，但是扭力弩炮的原理和单兵用的弩完全不同。依靠扭力发射的弩炮很难小型化，再加上过于笨重，最后因为这点不敌作战灵活的匈奴骑兵，最终与罗马一起消失在历史中。
后来直到十字军时期，阿拉伯人将手持弩的制作方法传入欧洲，经过一系列改造后，十字弓就此诞生。十字弓使用的箭短粗，但威力却异常恐怖，欧洲的弓箭瞬间感受到了压力。同样倍感压力的还有当时的装甲。十字弓出现后，锁子甲瞬间黯然失色，也算变相推进了板甲的出现。著名的狮心王理查就曾经2次被弩箭射中，其中第2次中箭是在一次围城战中，他被守军的弩箭射中，伤口并不致命，但是却发生了坏疽，这直接导致理查去世。如此伟人最后死在杂兵手中，对于当时的贵族来说简直难以接受。当然，深受十字弓巨大影响的还有当时的骑士文化。按照骑士们的讲法，成为骑士需要从小接受训练，从最低级的侍从干起，搞不好10几年才能受封为骑士。但是十字弓这玩意儿，就连侏儒拿在手里也能一击射爆马桶上的亲爹，那换到普通人手里，只要扣动扳机，就能让骑士老爷们10几年的努力直接归零。这不光是性命受到威胁，脸面和自尊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于是当时欧洲各地的骑士团都开始向教会申请销毁十字弓。后来贵族阶层也过来参了一脚，最终教皇出来表态了，宣布十字弓是邪恶的武器，禁止运用到战场上，除非是对异教徒作战时才能破例动用十字弓。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欧洲的这种举措，让他们失去了在后来蒙古入侵中最重要的一种抵抗武器。然而，抛开十字弓是否能帮欧洲人战胜蒙古不说，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会发现，在同类武器的竞争中，弩实际上没有一次成功胜过弓箭，成为抛射型武器中绝对的王者。这是为什么？明明性能更加优越，为何弩从来没敌过弓箭呢？我们这次来从4个方面来对比一下。首先是精度，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是弩的完胜。上面也提到了，弩已经实现了发射自由，而且大部分后期的弩都已经加入了望山的结构，也就是现代枪械的准星，这进一步增加了弩的命中率以及精确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战争中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弓箭实际上是根本不在乎精准度的。很多时候，弓箭部队在战争中都是斜向上抛射，利用一轮又一轮的箭雨抛洒来实现火力覆盖。抛射的最大好处其实就是变相解决了瞄准的问题。只要弓箭手智力正常，能搞懂东南西北，听得懂人话，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同时，抛射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增加箭矢的威力，因为在抛物线的后半程，重量和重力会赋予弓箭更大的穿透力。所以说，在战场上，拜上帝不如拜牛顿。上帝做不到增加你武器的威力，但是只要牛顿的棺材还严丝合缝一天，你的抛射就永远能打出更高的伤害。于是在第一项精度对决中，我们会发现，虽然弩占据绝对优势，但弓箭对此表示无所谓。接下来就是射程。理论上来说，依靠机械蓄力的弩，就算刨除箭矢在弩臂中的摩擦损耗，附加在弩箭上的动能仍然是大于弓箭的，所以弩的射程上也是占优的。不过一旦结合实际万能的抛射，它就又来了。抛射出去的箭矢不光威力会增加，射程也会随之增加。于是实战的结果往往是平射弩箭射得更远，但当100磅以上的强弓进行抛射时，射程往往是弓更远一下。而且抛射这种射击方法带来的不只是威力和距离的增加，还有覆盖面积也比弩要大。同样是一堆人齐射，平射的弩只能射到对面第一排，然而抛射的箭雨却能覆盖到敌军每个人的天灵盖。再加上抛射可以让弓箭以低射高，在攻城时也能对城墙上的敌人造成威胁，所以综合来讲，射程上比起弓箭，弩并不占什么优势。其实弩矢当然也能抛射，毕竟连 AK-47 都能抛射，但这里有2个原因。首先是弩的拉距短，为了确保威力，一般弩矢也相对短粗，这样的箭不利于抛射飞行，越细长的东西飞行稳定性越好，短粗的东西长距离抛物线飞行很容易失去速度和稳定。其次，不管弓还是弩矢，箭的重量主要是箭头，尤其是加重箭头的破甲箭，较短的弩矢配上重的箭头，
在抛射过程中容易翻转。除此之外，弓弩之间箭矢尾羽的差别也影响了两种武器抛射的效果。弓用的箭的箭尾是3片羽，截面为 Y 形，更稳定，适合抛射。箭长一点，弹性足，也能增加稳定。慢动作录像中，箭射出去是在不停晃动的，弩为了把箭放弩槽上，只好对箭尾做出牺牲。它的箭尾是2片羽，截面为一字形，稳定性不足，只能把弩箭做短一点，减少晃动，增加稳定。弩箭抛射的话，有大量箭不会箭头着地，无法杀伤敌人，所以说弩的抛射效果太差，没有人会用弩去抛射。射程之后就是破甲性能，这一项对比就没什么悬念了。和依靠机械蓄力的弩比起来，弓完全不是对手。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战场上有条件的人都开始疯狂堆叠护甲后头了。最极端的时候，有些盔甲连弩都需要近距离射杀，才能在敌人盔甲上钻出眼来。更不用说那些弩都穿不透的重甲了，这时候就只能拜托那些破甲专用武器来对付了。最后一点就是连发性能，在这一点上，弓箭又是完胜，因为装填缓慢是弩最大的缺点。不少量产的弩需要用脚踏上弦，所以很多弩前面才会设置一个专供脚踏的把手。装填中的弩手就像火枪手一样脆弱，此时如何自保，就只能各凭本事了。欧洲著名的热那亚弩手会随身携带一面大盾，在自己装填弩箭的时候，会将大盾架在自己的身前，用来抵御对面射来的箭矢，而弓箭就没有这个烦恼。只要你有力气，弓就可以不停地连发。很多作品都有弓手事先把箭插在附近，方便快速拿取的桥段。同理，也有很多弓手为了实现快速连射，开弓的手上会多拿好几支箭，射完一发直接将下一发递到弓弦上。实际上，连发次数上也存在着东西差异。欧洲的弓箭手因为使用的是地中海式射法，由中间3指承担开弓工作，并且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而东方弓箭手使用的则是蒙古式射法，拉弓弦的手用大拇指扣弦，箭尾卡在拇指和食指的指窝处。蒙古式一般采取大拉锯的方式，弓开得十分满，这样有助于弓箭的威力提高。两种开弓方法相对来说，蒙古式射法的连射次数会多一些，但是相对的也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就是为了不让拇指被弓弦割伤，需要时刻用护具保护拇指。这点在如今的日本弓道中依然可以看到，但是就算如此，长时间的开弓仍然会对大拇指造成形变之类的伤害。不过在真正的战争中倒也不用这么挑战极限，一般射上4、5发就差不多了。有句古话说得好，临阵3箭，拔箭杀敌。一般在接敌前，弓箭手只有发射3轮的机会，射完3轮后，敌人基本已经到面前了，这时候就要拔箭杀敌了。对于弓箭手来说，这句话非常真实，但是对于弓弩手来说，一轮射完，因为装填时间过长，基本不存在发射第2轮的机会。此时上手门槛低，就成了弩手的短板。大量的弩手都只是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近身搏斗素质基本是村里泥腿子程度。相比之下，正经弓箭手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肉搏经验，都能比弩手多一些，幸存率自然也就更高。所以一圈对比下来，不难发现，弩虽然跟弓箭比起来更加先进，但它却没有完全取代弓箭的能力。而后来火枪出现后，弩反而是第一个被它完全替代的武器。例如在清代的制式装备中，除了弓箭就是火枪，弩的踪迹却荡然无存。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弩和火枪的优势区间和缺点完全重叠，一样的使用门槛低，一样的高威力，还有一样的装填缓慢。火枪完全成了弩的上位替代，因此弩就成了热兵器脚下最初的牺牲者。反倒是弓箭，就算在热兵器主宰战场的时代，依然能凭借制作简单、维护方便的特点，在一些恶劣环境继续发光发热。其实抛开这些弓弩的优越性不谈，有一个群体早早的就把弩丢在了选择之外，他们就是骑兵。原因很简单，因为骑兵在马上用弩射出一发后，想要进行后续装填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的骑射部队使用的是清一色的弓箭。弓马娴熟的蒙古人可以说是骑射的代表。
因此在很多人眼中，骑射也是像蒙古一样无敌的存在。实际上，现实中的骑射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虽然关于蒙古骑射无敌论的说法层出不穷，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骑射表演？无论是现在蒙古的骑射表演，还是日本的留迪马演武，在移动中射击的骑手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长。明末的八旗兵有一种技术被称为五步射面，意思是当距离敌人5步时才会射击。这其实就是因为骑射的射程距离较短，再加上敌人穿戴盔甲，只有在极近的距离才能确保射出箭矢的力量以及穿透力。同理，清代武举考试时会考验参考者的弓马技勇。在这一项目中，也只是让考生射击10几步外的靶子，甚至有法国的传教士留下记录，当时武举考试的马匹跑道跟靶子之间仅有6英尺，也就是2米不到的距离。即使是拥有众多骑射手的游牧民族军队，他们在使用骑射攻击目标时，也不是在人群中胡乱冲射，而是通过马匹阵型驱赶目标，将敌人驱赶的密集到一定程度，再环绕着移动射击，并且会重点照顾敌人没有弓弩手防御的地方。相反，如果敌人弓箭手多的话，骑手就距离远一些抛射，尽可能不让敌人弓弩手有机会瞄准自己。这些微操其实都是为了避免陷入跟步弓对射的局面，这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步兵弓手射击的威力、距离、准确度都是全面碾压骑兵的。骑兵自带了马背上颠簸的负面效果，瞄准精度低，发力的姿势也更别扭。这些负面效果又反过来限制了骑兵弓的射击，在马背上便于使用的骑射弓多半尺寸短小，而磅数也就比较小，这直接影响了射击威力。不过凡事没有绝对，比如清代的八旗军所用的轻弓就是其中的另类，还有一些骑兵则会携带双弓，上马用骑弓，驻马或下马用步弓。13世纪时，罗马教皇的使用者勃朗嘉宾出使蒙古时，写下了《勃朗嘉宾蒙古行记》，就记载蒙古战士的基本武器是3张弓，分别用于步射和骑射等不同情况。但是这些证据其实都在无形之中打着蒙古骑射无敌论的脸。历史上真正的蒙古大军取天下，靠的其实并非骑射。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蒙古骑兵中其实有将近40%左右的重骑兵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比例了。而且蒙古人也非常重视骑兵冲击战术，他们在常年战争中也早已建立了比敌人更优秀的作战体系。其蒙古骑兵最显著的特点是其高速机动性，长途大迂回、长途奔袭作战和分进合击包抄是蒙古骑兵最为擅长的战术。相比于吹蒙古人的骑射，蒙古人的这些战术才是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优势特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如果一张强弩和一把劲弩摆在面前，你更愿意选择哪个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